虽然美国内部乱了，但是他们对外仍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狂妄。由于特朗普还没有放弃卸任前的最后一搏，因此关于中美是否会发生冲突的话题成为焦点。最近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指出，近些年美国军方一直有个企图，通过突袭方式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击，像击垮伊拉克那样击垮中国。文章透露美军的大概战术推演，他们计划先出动隐身轰炸机和海军航空兵，摧毁中国沿海防御体系，之后再从日韩向中国投送地面部队。不过美专家摇头否认这一可能性。首先，第一步就不太可行，美军未必能一举摧毁中国沿海地区防御体系。假设美军摧毁了沿海防御体系，但中国拥有庞大武装力量，战略纵深也极为广大，美国机械化地面部队几乎难以推进。一顿解读后，美专家得出结论，对中国发动地面入侵，想都不要想，美军胜算为零。虽然这是比较理智的观点，但认识还不够深刻。可以从我们的战略格局上分析，目前有4个方向。第一，中国战略依托在北，两强联合遏制意超，而中国和俄罗斯持续加强军事防务合作。第二，中国需要西南稳，东面稳中有进。目前中印之间还在边境对峙，但中国拥有绝对地理优势和绝对优势的实力。如果印度越过红线，那就教训；不越红线，那就保持战略平衡和牵制。这并不是美国的主场。三是中国真正战略压力在东南，也是美军最有可能挑起冲突的方向。不过美国已经逐渐失去了战略支撑，东盟都不想强出头跟随美国，而且中国近海还有众多岛屿基地，再加上中国一直努力强化的近岸防御体系，这也是美军极难突破的战略方向。第四，我们一直寻求西南和南面的突破，但是这2个内陆方向美国鞭长莫及，干扰难度大。在这种局势下，中国只要干好自己的事，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这是由于2个原因决定的。首先，中国有与美国摊牌的能力的底气；其次，中国有持续发展的空间和潜力。还是一句话，要打奉陪到底，要谈敞开大门。有个国际评论还是很有意思，美国忘了70年前的自己，装备精良的美军被解放军打趴了。美国曾发起伊拉克、阿富汗、科索沃战争等，获得极大的成就感，但稍微换一个水平高一点的对手，美国都要吃不了兜着走了，竟然还幻想像击垮伊拉克那样击垮中国，简直是狂妄又无知。最近，特朗普以一己之力将美国搞得天翻地覆，美国推行的民主彻底成为全球的笑柄。与此同时，很多人也发现了，在去年美国对华疯狂遏制的阵线中，最卖力的就是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了。在特朗普成为众矢之的之际，他开始消停了。即使如此，但是澳大利亚仍然还在为长期追随美国对抗中国而付出惨重代价。据南华早报刊文称，随着中澳关系被深度冻结，澳洲房地产业也深受打击。在2015至2018期间，中国人曾是澳洲房地产最大的客户，也是澳洲第5大外国投资群体。但是有业内企业表示，现在中国购房者的咨询量都下滑了一半，中国开发商近来也不在澳洲任何大的房地产购买房产了。报道指出，目前澳各州正铺红毯吸引外投资者，比如对印花税提供退税、土地转让豁免等多个措施。即使澳各州使出退税和恳求等手段吸引中国购房者回归，但事实证明为时已晚。此外，受中澳关系恶化影响的还有教育业。过去10年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产业靠学生获得的收入中有40%来自留学生，而其中最大的群体就是中国留学生。但是由于中国留学生锐减，澳大利亚各高校的学费收入锐减，被迫裁员、卖楼，甚至合并，甚至有7所高校跌出全球前100排名。还有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出口业、矿产业、服务业等行业领域也是苦不堪言。这就是澳大利亚坚守共同价值观的代价。在去年，莫里森自以为有特朗普撑腰，肆意妄为，跟着美国对华政策亦步亦趋，甚至有些事做得比美国还过火、超前。即使明眼人都看得出，澳大利亚经济如此依赖中国市场，莫里森还是被短视蒙蔽了双眼。他以为中国不会对澳大利亚出手，他曾认为中国没有澳大利亚出口不行，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会这么想。在后疫情时代，几乎所有国家都想乘着中国经济快车，但没想到还有傻到中途跳车的。但现在想补票上来已经晚了。美国的混乱自然会让澳大利亚人感到愤怒，因为莫里森彻底下错了赌注。对此，有澳大利亚人指出，我不知道美国究竟给澳大利亚什么能让莫里森如此忠诚？难道只是特朗普颁发的那块功勋奖章？而澳大利亚铺红毯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，打击力度还得继续加大。
疫情失控加大选，让美国社会已经面临混乱。最近，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事件，更让白宫彻底乱套，这是民主美国史上最耻辱的一幕。虽然抗议示威已经平息，但后续影响仍然还在持续。当时，示威者曾闯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·佩洛西捣乱，甚至还顺走了一台没有来得及密码锁定的笔记本电脑，可能会导致一些机密信息外泄。不知道会不会再次出现邮件门事件，但结果是整件事让议长怒不可遏。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，议长就呼吁副总统佩斯罢免特朗普取而代之，否则就会弹劾精神错乱和危险的特朗普，但是没有成功。特朗普反倒越来越大胆。最近，特朗普不宣而战，直接下令对索马里青年党发起斩首行动，目标直奔首脑。美国非洲司令部透露，美军至少斩首了5名头目。特朗普选择在这个时候下狠手，首先是以牙还牙，该武装分子曾多次对美军下手，在前段时间还打死几名美国军官。其次，特朗普想知道美军的发令枪究竟在谁手上，五角大楼听谁的？最后向外界释放战争信号，美国会一直打击非洲地区的武装组织，同时在中东的态势也不会消退。伊朗就曾多次批评特朗普政府，称有多个迹象表明其对伊朗动武的迹象。伊朗外长扎里夫指出，美国不努力抗议，反而花大价钱派远程轰炸机、航母到伊朗周边，存在编造战争借口的阴谋。之所以选伊朗的可能性最大，有3大原因：一是特朗普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并不会有系统性风险，顶多只是让美国驻中东军事基地受到损伤；二是以色列和特朗普都希望给下任挖坑，因为拜登多次表示会缓和和伊朗的关系；三是伊朗本就身处战略被动情况下，总而言之，现在的伊朗经不起折腾，谁也不知道特朗普会对伊朗怎样出招。先不论特朗普如何对外兵行险招，佩洛西和特朗普的内斗大戏足够精彩。为了防止特朗普当战时总统，佩洛西紧急联系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司星上将马克·米利，讨论核指令授权相关问题，防止一个不稳定总统发动军事行动，甚至按下按钮发动核打击。此外，众议院将对特朗普发起第2次弹劾，特朗普又创造了美国政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。在1月9日，我国商务部公布了2021年第1号令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。该办法规定，侵害中国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遭受损失的中国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，可依法提起诉讼，要求在该判决裁定中获益的当事人赔偿损失。该办法一出台就被称为最严反制法，即使通篇没有提到任何国家和企业的相关产业，为何反制对象不对准美国企业？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办法还是一头雾水。通俗来讲，就是如果某些企业遵守外国所谓的长臂管辖，给中国公民、组织或企业造成损失的，受害者现在能够依法提起诉讼，要求赔偿损失。举一个例子，比如美国禁止高通向华为供货，以前啥事没有，但现在中国出台法律规定，你在美国可以不供货，但是高通在中国的分公司不供货的禁令是无效的。如果你敢不供货，那么华为因未供货造成的损失需要高通来赔偿，再也不会出现向华为出售荣耀这样断腕自救的惨剧。分析称，虽然不针对美国企业，但是直接斩断了美国所谓的长臂管辖。事实上，在美国对华为禁令下，台积电、三星、LG 等华为供应商其实也是美国的帮凶，还有荷兰阿斯麦公司不交付光刻机、马达西奇的采购案搁置等，全都是因为美国的长臂管辖下的产物。在这些公司看来，美国不能得罪，那就得罪中国好了。这个残酷现实既让人愤怒，但又很无奈。美国怕的不是中国对等反制美国企业，因为它可以要求其他国家企业也停止供货，大家一起反制。但美国怕的是其他企业可以占领中国市场，唯独把美国排除在外。而现在中国出台这个办法，将迫使这些外国企业想办法避开美国禁令，加快去美国化的脚步，尽量和美国战车接棒。虽然新政策没有直接针对美企，但这招是直接挖到了根上，斩断美国所谓的长臂管辖，比清单强100倍。这才是彻底反击美国操纵世界所有公司制裁中企的大杀器。今后所有配合美国制裁中国科技企业的公司，无论国内或国外的，要么就老实合作，但敢配合美国制裁，要么赔死，要么永远离开中国庞大的市场。这也是在告诉美国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，我的人民我保护。